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5部热剧 PK 蜀锦人家垫底，诚意你的追剧首选是《深潜》，主演程毅颖、刘欢。剧情点评：《深潜》作为一部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电视剧，程毅扮演的云洪深角色无疑是整部戏的核心。他通过微妙地展现情感波动和眼神坚定，使观众能够深入感受到这个多面角色内心的矛盾和蜕变。在黑夜中潜航，凭借信念破敌，即使处于危墙之下，也依然可能随时发生危险，冲突一触即发。勇敢地投身其中，掀起波澜。总的来说，《深潜》是一部优秀的谍战佳作，程毅的出色演技为其增色不少。他通过细腻的表演，展现了那个时代动荡不安的氛围，以及人们为了保卫家园所做出的巨大牺牲。相信这将成为程毅演艺事业的又一经典之作。第2部《白夜破晓》，主演潘粤明、王龙、郑良元。剧情点评：这部电影并不差，但也算不上特别出色，大概也就值得2-3分的样子。为何我会给它如此低的评分呢？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这部剧的粉丝们的冲击，他们在平台上极力赞美，使我内心深感触动，从而前去观看，却发现非常令人失望，只能回复一句不太符合胃口，却遭到他们的猛烈攻击，包括私信辱骂，乃至蔓延到对我的父母进行攻击。我只好愤然将对该平台的评分改为1星。此外，这部剧的粉丝们总是贬低其他悬疑剧，随后将贬低的目标转向了所有11月份上映的剧，这种行为让人十分无奈。对这部剧打1星的原因有一部分是因为那些狂热的粉丝，但主要的还是因为这部剧的质量确实不佳。第3部《我是刑警》，主演于和伟、傅大龙、丁永岱。剧情点评：鲜有中国电视剧能如此逼真地描绘刑侦工作，这部剧让我们看到了跨部门合作和在破案初期投入大量人力在各个居民家中走访的过程。尽管这个过程看起来有些乏味，但事实上是每个案件，尤其是重大案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此外，这部剧还展现了警察队伍的群像，凸显了整个集体的非凡之处，而不仅仅是个别人的表现。另外，这部剧的一大亮点是其注重细节还原，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加工和表演痕迹，故事情节自然流畅，没有使用监控和 DNA 技术，仅凭警察智慧来推理破案，这让观众有一种穿越回90年代，和父母一起在家租碟片，熬夜观看老式刑侦剧的感觉。如今的观众早已习惯了精心制作、情节曲折的悬疑电影，但他们恰恰迎合了我的口味。我相信，随着剧情的展开，制作质量会继续保持下去。第4部《不讨好的勇气》，主演李庚希、魏大勋、王浩。剧情点评：女主在预告中向石野表达爱意并强吻他，石野感到非常惊讶。然而，她首先表明自己是不婚主义者，确定了自己的立场后才回应对方。男主并没有像一般言情故事那样为了女主而改变，这是其中一个让我感到惊讶的地方。另一个让我赞赏的是石野的坦率，这让我觉得人物更加贴近生活，故事也更加真实生动。因此，总体而言，这部剧非常值得一看。第5部《蜀锦人家》，主演谭松韵、郑业成、京超。剧情点评：我看了第1集，但并没有想要继续观看的冲动。剧情平平无奇，缺乏吸引力。尽管我很喜欢谭松韵，但自《锦衣之下》热播以来，她的作品大多都只是平庸之作，虽也有一些表现尚可的作品，但总体而言并不出彩。这或许是她在这个阶段必然要面对的困境吧。此外，主角和配角的年龄都显得有些偏大，状态也并不出色。
古装剧毕竟是年轻人的天下，再高的默皮也无法掩饰年龄带来的疲惫感和法令纹，这一点是无法回避的。总之，我认为谭松韵应该多多挑战自我，拍摄不同类型的影视作品，比如悬疑类或正剧，因为现代时装剧和古装剧她都已经出演了许多部了，继续在这一个区域探索已经无法让她得到更多进步。你正在观看哪一部热门电视剧？写文章实属不易，希望大家可以动动手指给我点个赞，加个关注，谢谢大家。